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艾小宝。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感谢我们的艾小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我想和他分手，他总是精神控制我，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精神虐恋，我不想再继续了。他总胡思乱想，总爱无理取闹，一点小事就提分手。我觉得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有一位妹妹，每天跟他有聊不完的暧昧话题，纠缠不清。我最受不了的是他经常喝酒，喝完酒又哭又闹。这女生啊是坚定的想分手，但男生就说你女生你是胡思乱想的。到底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掌声有请。彭先生39岁，酒吧营销；陈女士36岁，音乐老师。早上好，欢迎二位，你们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谁要来的？今天是我要来的，因为我呢是一个恋爱脑，但是呢我男朋友他又一直在不断的伤害我，所以我要跟他分手。但是他每一次一找我，我又心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希望各位专家能够骂醒我，让我彻底的跟他做个了断。他老是胡思乱想，其实没什么问题，不存在分手。您觉得不能分是吧？对，行，你俩恋爱多长时间了3年。当时咋认识的呀？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约着去岳麓山爬山，就这样认识的。认识了之后一见钟情啊？对，是因为看着漂亮了是不是？很漂亮，现在也漂亮，只是胖了点。你知道有一个对女生忌讳说的词儿是啥吗？知道，他胖着均匀，我瘦着匀称。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的。在一起3年，他又给我带奶茶呀、宵夜啊，各种，我就长胖了40-50斤。你之前多少斤？110斤。现在都150多，快160了。都是赖他，他又给我带各种吃的，就把我养成这样子了。后面他又开始嫌弃我了，他就说我胖啊，说我懒啊，说我不做家务呀。我说的都是事实啊！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一觉睡起来就是下午4、5点钟了，做好饭都要送过去，筷子都让我拿，然后有时候还要我喂，如果不喂他不开心。啊哈，那这都还不怪你吗？对啊，请问怪他什么？怪他要做饭？怪他要喂你？就是他这样子，所以导致我长胖了。他其实原来刚开始的时候，他200斤嘛，然后他现在多少斤？138。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要跑步要减肥。他是瘦了，但是我又回不到过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嫌弃我了。我是坚持跑步跑了大概8个月，就瘦了40多斤。那你带着他一起去跑？我是带着他一起跑，他不去啊。他睡到4、5点钟，我叫他，他不去啊。姑娘，你从几点开始睡呀？晚上2点多钟吧。为啥睡那么晚呢？他总是气我，所以我就心情不好，各种烦，所以我就出去喝酒。每天喝酒，喝得很厉害，1斤白酒，4、5瓶啤酒。
一天啊？一晚上，心情不好的话呢，就半斤白酒，2、3瓶啤酒。那我不是因为心情烦吗？那你在外面一个人喝多了，你不担心自己安全的问题吗？晚上3点钟我都回家睡觉了，他朋友打电话说你女朋友喝醉了，然后我就坐个车过去，结果呢，他睡在马路上，车来车往的马路上吗？就是路边了，马路上的路边。我当时是故意的，因为我心情不好嘛，所以我就表达我的不满。你这心里到底有啥委屈啊？半斤起，每天都得喝，这是啥事儿能给你闹心成这样？因为我们也谈了有3年了，然后到了该结婚的那个地步了嘛，双方父母也已经见了面了，但是呢，我一跟他提要求，他就是什么也答应不了。我说让他在我们湖南那边买个房，他说他没钱。后面我说我反正有个房子，那你出10万块钱搞个装修，他不答应。然后彩礼我们那边是18万8，他说没钱。我说那就按8万8总行了吧？他说他没钱。你也知道我没钱，我收入又低，我不是说了可以跟你结婚吗？以后我再把彩礼补给你吗？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彩礼钱存够啊？2年。那就2年之后再结呗。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跟我结婚呀，他就是个渣男。我想问一下男士，39岁你没有存款吗？没有，基本上每个月都花完。那你怎么能说出说2年我就能把这个彩礼钱攒出来呢？你开始攒了吗？准备攒，他只要愿意的话，我就开始攒钱。我觉得他就是你得先让他愿意了，你才开始攒。你娶谁你都得攒，你过去3年都没攒，你这2年咋突然又能攒了？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跟我结婚。你还好意思提说结婚？他背着我跟别的男孩去相亲。相亲是因为我父母要我不要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我去见了一下，我跟他什么事情也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你去相亲的时候，你有男朋友吗？有。你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去相亲，这不是两边骗吗？骗了你男朋友，也骗了相亲对象啊！你一直骂他，你说他就是个渣男，他怎么渣了？他现在还有一个妹妹，都还在那里纠缠不清的。亲妹妹啊？不是，他认的妹妹，一直在跟他发暧昧的那种信息。今天说哥哥你在干嘛呀？明天又说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一起出去玩呀？这妹妹是谁呀？妹妹是我工作里面一个同事，我在酒吧上班嘛，她在销酒嘛，我经常在她手上拿酒，就这样认识了，我就收她为干妹妹。她还叫那个妹妹叫宝宝，她的微信名叫宝宝，所以我就喊她宝宝。微信名字叫宝宝，对，所以你就一直喊她宝宝。后面有一次我们不是出去吃饭嘛，她就给我夹菜嘛，然后那妹妹坐在那旁边，又吃醋嘛，又生气，她就说哥哥你也帮我夹一块吧，感觉好像他们2个人才是一对，我好像变成一个外人一样的。他夹了没有？更过分的是他还夹了。那不正常吗？我是他哥哥，跟他夹点菜。他怎么正常了？我的天哪！他也喝多了一点，我也要照顾他嘛。他是我妹妹。那个哥哥，我问一下啊，您跟妹妹每天都聊什么呀？比如说，他问我哥哥在哪，我说在家。他说干嘛了？我说准备睡觉了。然后他说今天心情好吗？我说今天心情还可以啊。晚上睡觉前互发信息啊？我妹妹有男朋友的。你们2个人有女朋友有男朋友，不跟自己男女朋友说话，抱着手机跟另外一个异性发信息。晚安早安的。另外，她的男朋友知道有你这个哥哥吗？知道，我们玩的挺好的。哎，我问一下，如果你女朋友现在有一个哥哥那么发信息，你觉得 OK 吗？不 OK 啊。你觉得 OK 啊？妹妹今天睡了吗？你今天睡得早吗？哎呀，妹妹今天心情好不好？哥陪你出来喝点酒，你觉得 OK 啊 ？OK， 哥哥跟妹妹互相关心正常嘛。虽然那个妹妹带着男朋友出来，但是呢，每次都把男朋友晾在一边，跑他旁边去搂搂抱抱的。每次一过来就是这样靠着呀，然后又是这样子。哇，向你示威啊！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很生气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种感觉。那不是喝多了吗？那是喝多了吗？你跟他有血缘关系吗？她男朋友知道我是他哥哥，也没说什么。不是，你不觉得这样不合适吗？抱一下哥哥妹妹，我觉得很正常啊。男女之间，我们只要把身份定义为哥哥和妹妹，就可以随便抱，是吗？
就这样抱一下也很正常嘛，这没什么的，我觉得。而且他那个妹妹还给我发信息说，他们2个人经常一起去公园啊、牵手啊、散步，挑衅。然后还跟我说，他过生日的时候，他给了他一个浪漫的生日。我有聊天记录，你们看一下吧。嫂子，你回家了吗？干嘛？今天很开心，上次这么开心还是我哥给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给你过生日啊？是啊，他上次给我过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生日，我很感动。你知道吗？在没认识你之前，我们经常在公园一起散步，他还牵了我的小手手，还抱着我。哎呀，那你们感情真好啊！以前在一起过吧？如果不是你出现，我们可能就在一起了。那你是喜欢他喽？哎呀，那你去问他喽。你没出现的时候呀，我们很开心的。那就是我的出现打扰你们了呗。哎呀，不要这样说啦，我是他妹妹，你去问他吧。好，这个专挑事儿，不解决问题。这是明显的示威了。真的，你跟我说你是好妹妹，鬼才信你。你来，但是我跟我妹妹从来没做过。核实几件事实。去过公园吗？没去过。啊？那他为什么说去公园？那我不知道，我想打个电话给我妹妹。现在打吗？现在打，我问清楚她。好啊，你问啊。喂，妹妹吧。你在干嘛？我在家里啊。你怎么跟你嫂子发微信说什么我们在公园一起什么搂搂抱抱牵过手？我跟你啥事都没有，你不能乱说。现在嫂子在跟我闹分手，你这样搞会把我们搞黄了去哦。来，把电话给我。你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情感观察团的成员莎娜。今天呢，你的哥哥和嫂子来到我们节目来调解问题，他们2个人之间矛盾的一个核心点，说是因为你。我不知道，我先认识我哥的，他们后来认识的，我都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女的没什么好，她非不听啊。你嫂子拿过来了一些跟你发信息的聊天记录，你明确的告诉你嫂子，你跟你的哥哥去公园拉手，还给你过生日。我问你一下，这些事实是属实的吗？我是妹妹，我生日我肯定邀请我哥哥啦，是不？他给你怎么过了这个生日呢？常规的过生日啦，平时怎么过生日的就是怎么过生日的啦。哥哥送了你什么礼物啊？蛋糕肯定是送了不，别的小礼物也值不了多少钱，问这干嘛嘞？我就是想知道哥哥对你的情谊有多深啊，什么礼物啊？那不好说嘞，不说嘞，不想说嘞。啊，那在公园牵手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露营嘛，就会搞点小酒不，聊聊天散散步啊。好，这是很正常的事。啊，对，打扰你啦，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啊，请你如实回答我，你喜欢你的哥哥吗？肯定喜欢噻，我哥肯定不喜欢我啦。每一次看到我就说认我做妹妹，认我做妹妹，我烦死了。我巴不得他分手，分手了以后找我。好，谢谢你啊。这个女生很坦诚。你知道他喜欢你吗？你看吧，我就说了吧，2个人这么暧昧，你不知道吗？他都承认了，你为什么刚才还要否认呢？其实打完这个电话已经都清晰了，虽然你没有同意，但是你也没有拒绝，对，所以他才有那个立场去给你的女朋友发那些信息。当时我跟他只是兄妹关系啊，没有半点爱情。那你现在把他删了吧？我为什么要删他？我删了，我不是跟他有什么了？本来就没什么。如果是兄妹，可以牵着手去逛公园吗？天下哪有这样的兄妹的？那关系好的肯定也有嘛。好，所有的事实我们都已经问完了，就是这样一段情感啊，妹妹也有，相亲对象也有，但是2个人还嚷嚷着要在一起，这样的爱情值得保卫吗？对于这样的爱情，我保卫不了。男方这边没有任何的边界感，你所谓的这个妹妹，其实是情妹妹。女生这边其实也要做一些改变。你刚才说到你每天都会喝酒，因为心情不好去喝酒，然后喝酒起的量是半斤起，这已经达到酗酒的这个标准了。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酗酒属于一种恶习，哪怕你进入到婚姻了，对方也可以因为你有这个恶习而提出离婚，那法院他可能是要判决离婚的。
即便你们的这个婚姻走进去了，那你依然会酗酒，因为他身边依然会存在那个情妹妹。所以你们即便走在一起，未来的结果，如果你不改变，他不改变，还是不好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底线面前，我没有办法去保卫你们的爱情。如果我保卫你们的爱情，那是对爱情的亵渎。你说他去相亲，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你和这个所谓的干妹妹牵手去逛公园还拥抱，他能舒服吗？你认为你和你的干妹妹的暧昧很刺激，但对他来说那是刺痛。为什么天天要喝这么多酒？他想麻醉自己。现在很显然，如果你和这样的男人还去渴求走进婚姻，你的痛苦，你的悲惨，一切已经注定了。你今天如果再出来，你父母那把老泪就在电视机前。我找不到任何保卫的理由。就你俩吧，就看似是这个妹妹她是个导火索，但其实根本问题在你们两个，永远在说对方的问题。一个手指指出去的时候，其实你4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自己？男生嘛，毫无疑问，你这一直在搞暧昧的关系，你这怎么会让女生有安全感呢？就是你给了这些妹妹们太多的机会，让她们去介入到你们中来，这没有一个女生能接受得了，不是她，你换了别人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就算分开了，如果想开始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跟异性的边界感。那女生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个好人家愿意找一个姑娘天天喝酒，喝到大半夜，这个习惯咱得改。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多运动，你这生活多阳光啊！你就别每天都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睡觉上了。谢谢老师。我想保你们的感情，特别想保，因为你们两个是2个很可怜的人。你们当年是因为彼此看到对方身上的无力和对未来生活美好希望，想要走到一起的。男生200斤的大胖子，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然后对自己投来了爱慕的眼光。我相信那个时候男生心里一定在想，这是我未来美好的生活的开始。所以他能够在这3年当中去减肥，200斤能够减到130多斤，这是需要多大的毅力。所以他想努力变好。当然不存钱是因为他恐惧未来。为什么恐惧未来？因为女生，你视酒如命，你为什么喝酒？你可能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期望。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彼此把对方当救命稻草，你们2个想共同的向上生长，但是很可惜你们2个变成了共生腐烂。女生拼命的喝酒，男生拼命的搞暧昧。但是我为什么想要保一下你们？女生，你不是想离开，你是想变得更好。跟他不可以变得更好吗？可以变得更好啊，只要你们给自己定下来目标，是可以的。男生也一样，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所谓的妹妹，去在你的爱人身上找到爱和认可吗？也可以的。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放弃一点你们以前固着的抓住了那一些腐烂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希望你们2个人不要放弃彼此，去重新拥抱你们当年的选择。只要你们愿意，你们永远可以做彼此的拯救者。女生，我只想提醒你一句，明明是暧昧，今天在这个场合他依然说是友情，这很恶心。你总不想把恶心永远留在你身边吧？男生，我问你，你可以放弃吗？这个所谓的妹妹。我认为到今天的放弃一切徒劳，毫无意义，是被逼的，你内心是不想放弃的。首先我觉得没爱保卫啥呀？每个人都活得跟行尸走肉一样。你们2个人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其实更心疼女孩。一个女生最起码应该做到，我能好好的爱一爱自己，不要让我的男朋友瞧不起我。你说你每天躺在床上吃饭，
需要男朋友把饭喂到你的嘴里，一边喊着自己胖，一边还嫌弃男朋友嫌你胖，但自己毫无行动力，骂别人是渣男。你不是也在感情当中背叛了吗？没分手，已经开始去相亲了，为啥没有跟相亲对象再下一步呢？是因为没看上。那边妹妹为什么没有往下走呢？是因为这种暧昧的感觉很好。所以我替你们俩着急啊。我觉得今天和好不和好，分手不分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醒过来，或者活过来，有点活人感。姑娘不是要减肥，是要健康，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方式。所以其他的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我就是特别的着急。哎，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艾小宝，他呢是结合了大数据的分析，给出你们情感当中的问题所在。来，有请艾小宝。我来了，莎娜老师。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男方占 63%， 女方占 37%。这段3年的感情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不对等、不尊重和不负责。先说男方，你所谓的感情更像是一场以爱为名的精神控制。你把他慢慢喂胖，再反过来嫌弃他的身材。你一边给不了他婚姻，一边又和所谓的妹妹界限不清。一段健康的感情应该是让人变得更好、更自信、更安稳，而不是让人自卑、崩溃、自我消耗。你们之间不是误会，不是性格不合，是底线缺失、责任缺位、尊重全无。如果一段感情只能带来痛苦、内耗和羞辱，那及时止损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好，谢谢我们的艾小宝，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爱情传送带开启之前呢，我们有过去的回忆，那我们一起走进你们过去的故事。哎，女生那时候瘦哎。他们俩那会儿眼睛里真的有光哎。对，尤其女生。我想对你说，我们在一起，快乐欢笑，也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很珍惜，我很喜欢你，也很爱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送你一首歌吧。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好，时间到。出不出来呀？他们男生会出来，女生不会出来了。女生不会，男生会出来。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男的肯定的，女的不可能吧？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吗？只有遗憾吧，希望他好好过吧，希望他幸福快乐。好吧，希望你生活一帆风顺。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好，手机还给你。你会删了那个妹妹吗？对，不会删。为什么呢？我啥也没有，删什么？不删啊？不删。去吧。好，谢谢老师。再见。他到最后，他都坚定的认为说，我啥也没有，我为什么要删啊？挺遗憾的。其实每个人来爱情保卫战的人都是带着爱的，但爱是先要自爱，才有他爱。我就一句话，嘱咐一下天下所有的姑娘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好，我们整理一下情绪，要迎接我们的下一组嘉宾了。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是一场自我感动的牺牲，我放下了我热爱的一切奔向他，但是在他眼里都是笑话。是我弄丢的珍宝，他为了我放弃了所有，是我把他推远了，我现在只想让他回来。我放弃了我热爱的职业，但是他还和他的前任不清不楚。我知道我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胡乱任性了。这是一段牺牲式的爱情，到底能不能挽回呢？我们赶快有请我们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单28岁，原航空公司安全员；小李25岁，模特。欢迎二位啊！你们两个人今天来我们节目，核心诉求是什么？我的核心诉求就是想跟他彻底的分手。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不顾一切的奔向他，最后却换来他口中的没出息。我累了，我只想彻底分手。我是想跟他复合，我就是想挽回一下，因为我之前也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复合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俩现在是已经分手的状态吗？算是吧。他非要分嘛，然后我又不想分。哦，好，那咱们就先来听听你们俩的故事啊。我们看到资料上写的原航空公司安全员，现在是朝9晚5的上班族。对，你刚才又说你为了他放弃了你的前途工作，这是啥意思呀？我们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嘛。那时候我执勤是在经济舱就第2排的位置，他就在我的旁边乘客嘛。到了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要加我的微信。后来聊着之后，发现又是老乡，就每次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玩，后来就在一块儿了嘛。我经常在天上飞，见不到面嘛，他觉得没有安全感，跟我有时候哭嘛，开视频也哭，看他哭我就难受。也是听了他的，我就把这个安全员的工作给辞了，找了一份朝9晚5的工作，陪着他。因为你女朋友哭，你就把工作辞了？对，我觉得工作没了可以找，但是女朋友没了就真的没了。也能找啊。他当时真的很喜欢我，你为了他放弃工作，就反正我们是不理解啊。但是你的选择。你愿意这样吗？对吧？那不就证明这是你认定了这个女孩，你能做出人生这么大的选择？那到底发生啥事儿导致你们感情破裂了？放弃了工作之后，去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在一块喝酒，喝完酒之后，他酒后吐真言，说我为了儿女情长放弃了工作，就觉得特别没出息。女生，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我不是故意的，我就嘴上没把门的。所以心里真说出了心里话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话不过脑子，我这个性格又急，然后我就没有组织好，然后没有想好，就这样说出来。没想到他也挺较真儿的，他就记在心里了，就记仇了。男人当然敏感呀，因为他是为了爱情才辞职的，奔赴你来的，你结果一盆冷水。亲爱的妹妹。你如果没这么想过，你怎么可能说出来？所以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觉得他没有这个光环了？你有点没那么喜欢他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会这样嘛，然后后来就是也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有点虚荣心，因为我是一个模特嘛，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的男朋友都给他们买了很多的那种礼物，仪式感也特别强，然后就通过对比，我落差感就特别大，我就也是想向他索求，但是就要不来，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虚荣心可能就变大了。那我那时候我工资也低啊，我换了工作之后，我工资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再去给你买礼物之类的。可是我身边那些
朋友他们身边对象一送玫瑰花都送那种特别特别大束的那种，就很眼红，我也想让他送给我。你找那样能送的男朋友不就完了吗？那我很喜欢他。那他没钱呀，他为你把工作辞了呀。最主要的就是他不是做模特嘛，他就会到处出差嘛。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着给他个惊喜，他想要那个大玫瑰花，当时我买了一个，到了他那个出差的那个酒店，我准备送给他。结果在酒店楼底下，我就碰见他跟他前男友在那拥抱。我前男友他是负责这方面对接工作的，给他拥抱也没什么，就朋友之间的普通的那种，又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而且他还能给我包差旅，带着我赚更多的钱，能让我们两个更好生活，那为啥不可以呢？他就是很小心眼记的这些东西。这不是小心眼哦，前男友带你赚更多的钱，他没有企图吗？他已经快结婚了，我们就是普通的那种。对，你还拿着咱们攒了那么长时间买婚房那首付的那钱，你拿出来给他随份子。我就随了几千块钱，而且又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到时候结婚，他也会随回来啊。你前男友给你接工作对吗？包差旅的工作。对，他是做活动公司的。就是那种给衔接工作的那种。拥抱是在哪里看到的？在酒店楼下。你看到的拥抱是什么类型的拥抱？就是正常熊抱抱一下。对啊，他都说了正常的拥抱啊。但是那他是你前男友，你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吗？那就是普通的一种工作关系。你是喜欢他的资源，你还是喜欢他的人？我现在我都怀疑。我肯定是喜欢他的资源，我如果喜欢他的人，我还跟你在一起吗？我肯定是因为喜欢你的人，但是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利用他的资源，要不然我没有办法接到这么多活动。你每次的活动都跟前男友在一起？基本都是。一个月在一起工作几天？10多天，20多天吧，反正占多数。他是单单对你这么好，还是其他跟你一样的模特都会是这个待遇？他都会这样的呀。他如果单独只对我的话，我肯定会察觉到啊。他对大家都是很好的。所有的模特都包差旅吗？他就是一次工作可能会有几个人这样的，所以有的人会领到的次数多一些，出差的机会多一些，有的人机会会少一些。你是满的吧？差不多吧。所以这是不是叫做被偏爱？觉得没有吧？你怎么能够获得比其他模特多很多次的机会？一个月10到20天之内，你的档期都是排满的。那我档期满，我挣了很多钱，我可以跟他好好的生活。我问你，为什么你的档期满？那有可能他还喜欢我吧？对嘛，实话实说嘛。你刚才讲你前男友要结婚了是吧？对。他未婚妻一定不知道，他一个月有10天到20天都跟前女友在一起吧？那还有很多人啊，不光我一个。我问的这些问题，你其实都清楚是什么意思。你男朋友啊，他为啥今天来这儿坚定的要分手？可能就觉得我没有边界感，然后还虚荣心很强嘛。所以嘛，我就想好好改正啊，我就大不了就换一份工作，我就不跟这个前男友再有往来了。反正我们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又没有说触碰到底线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过，他也不听，我就想复合，也不听我说，我就挺着急的。他已经表明态度了，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跟前男友去接触的这个工作。小善，你还有可能回心转意吗？不会。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我知道以后，我们也大大小小吵过好几次。这个钉子一旦钉了，再拔出来，那个坑还在。理解。这样的爱情，各位老师们，你们觉得值得保卫吗？我很犹豫啊。你犹豫的地方是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异性的这个边界感确实是不一样。女孩的这种边界感非常非常的低，但男孩呢，他的这个边界感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一次能够给女孩立好规矩，他也能够知道你的边界感在哪儿，并且能够提升自己的边界感，我觉得这个爱情还是可以保留的。
当然，我觉得前提条件是可以改变。我肯定会为他改变啊！我都说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来这个节目。一律，我跟你说，您一起保卫。我看到了这个男生的靠谱，他对爱情很纯粹。分手前，他是用力的爱你，甚至也不管不顾的爱你。看到你哭，他会义无反顾的去辞职。虽然有一点盲目，但是爱的因素显而易见。他看到你和前男友的这一幕，忍受不了。这就是男人的自尊心。做女人的要明白，因为他爱你，你更要明白。男人最需要的3大需求：被信任、被认同、被理解。面对一个为自己辞职的男人，并不是说他的辞职全赖在你身上，但你也不应该用如此的言语去嘲讽他。你要知道，前任是毒药，绝情是解药，该绝情的时候就要绝情。但是男生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必须说给你听，我发现分手以后时间很短，这个女生她瞬间成长，她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和道歉，甚至愿意同样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划清您心中担忧的那条线。这也是成长嘛，蛮好的一对。不好，完全可以努力的往前走一走。所以我个人还是想保卫。别保了吧，女生你现在本来也才25岁，就属于一个你还没有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啥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大概率，如果现在你身边出现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好，然后每天给你制造各种浪漫的男生，你可能马上就跑了。所以这个保卫的意义，我觉得没有特别大，因为你自己其实都还没有想清楚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再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别再犯第2次傻了。就事业是一个男人最硬的脊梁，千万不要因为任何人去放弃自己的事业，这个是底线，这个一定不行。男人如果没有了事业，就没有了任何魅力了。暂时放手吧。咋还暂时呢？因为未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啊。未来你们可能会变成更好的人，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牺牲式的爱情它没有办法能够让爱情长久，包括牺牲式的婚姻也会让婚姻破灭。所有牺牲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我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哦，你必须要珍惜。但是要接住那个人，他接不住，因为太沉重了。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就呈现这个样一个错位情况。男生真的是在自我牺牲，但是你自我牺牲背后，你自尊心、你的尊严也被践踏了，你自己也觉得很自卑了，所以才会出现，当他的前男友出现在他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再信任这个女人。所以我现在让你们在一起，你们也没有办法在一起。信任一旦破灭，要重建太难太难。他自己那个小尊严已经没了，他再也没有那个自傲的感觉了。所以我建议你们各自去成长吧。当你们各自成长过后，说不定哪天相遇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对方已经变成一个更好的他自己。那更好的他自己可能就能匹配当时更好的你自己。那个时候你们的爱情才值得保卫，或者不需要我们保卫，它自然就生成了。我是坚决不保卫的，谁也不要为了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男生醒悟的一点还有是，他知道了女生爱的不是他的人，是他那身制服的光环。所以通过这一点能证明什么？姑娘，你虚荣。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们还有一位情感观察团的特殊嘉宾，他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艾小宝，非常理性的去帮大家读懂一下他们这段感情。来，有请艾小宝。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女方问题占 90%， 男方问题占 10%。女方嫌弃付出，追求虚荣，边界不清，彻底耗尽了信任。男方一味牺牲自我，缺少底线沟通，也让矛盾不断加剧。引用过往情感观察团观点，单向付出撑不起长久关系，尊重与边界才是感情的根基。建议女方放下虚荣，守住边界，男方守住自我，勇敢表达。设立60天观察期，只看行动，
若无改变，及时止损。谢谢我们的艾小宝啊！接下来呢，就请阿瑞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像之前一样那样虚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再继续了。以后我们就……你能原谅我一次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改。以后我们各自安好吧。哇，哦，这时间没到，他先走了。嗯，这第一次碰到传送带还没到头呢，人走了。好吧，唉，姑娘，来。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就想让他再原谅我一次。我知道之前的问题了，我以后肯定会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一定能得到什么。今天可能是你成长的一天吧。对，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祝你之后的生活能够幸福快乐。好，谢谢老师。这男生啊，头也不回的飞奔下了台，确实伤了他的自尊心。希望他能站起来吧。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